谁呀？你赶紧出去！出去的应该是你吧？我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走错了。徐总，先别出去。干嘛呀？什么情况？凌晨，救命啊！不是，你不会是死了吧？喂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死这儿啊！你死这儿，你这不连累我呢吗？我还年纪这么小，我还没成为红酒大师呢。喂！救人，救人要钱。我需要和你交易。啊？我需要你的吻。什么？我需要和你接吻，不是一次，而是往后的每一天，都需要和你接吻。神经病！不是无偿，我们可以签合同，我答应你任何条件。签合同，接吻？是，签合同，任何条件。
说会儿呗，你再说会儿我们就睡着了。你赶紧聊聊那个女孩吧，快！一佳，依你看，多大程度和这个女生有关？你感觉如何？我感觉有所缓解。真的？第一次在卫生间的时候，我隐约记得她给我做人工呼吸，当时的我就像是快溺水的人，突然呼吸到了极为纯净的氧气。第二次，在病房，我想证实一下我自己的想法，又去试了一下，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，就感觉我的病完全好了一样，满血复活了。我读了你全部的体征数据，你的生长线类激素在发病后第一次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。我有一种推测，是吗？我推测这个女孩的吻当中，我是说唾液当中包含某种特定的生物酶，这种生物酶呢，可以使明晨体内的致命缺陷 DNA 形成一种靶向的效应，然后重新平衡她体内的生长激素的分泌。明晨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试试我的吻。你恶不恶心？我很认真的在问。生物酶具有1对1的靶向特性，能够出现这一个女孩已经是极小的概率，我不相信还会再有一个。行，他只要有就行，是吧？哎呀，我觉得已经算是奇迹了。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奇迹，大概率只是意外。这一年，我和一江跑了10几个国家，咨询了国内外顶尖的医院，但始终没有结果。如果真到那一天，我会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静静的等待那一天到来。呸呸呸！明晨，我作为你最好的朋友和一名医生，我肯定不会放弃。放心，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的。对吧？我们不能放弃。那个女孩，我管她是奇迹还是意外，我把她找来，你再当着我们的面用力的吻她一次，不就知道了？何乐说的对，话糙理不糙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如果真有用，我就替你逮住她。我把她找来。谢谢。小姐，请问你要点些什么吗？我一会儿再点吧，我还得等人。好的。等了很久吧？没有，我也才刚到。芬芬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阿姨好。我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？你不是要给我介绍你妈妈吗？你胡说什么啊？什么我妈？陆芬芬，她就是我的未婚妻。事到如今，我必须跟你坦白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还是个不懂得爱情的小男孩。因为你对我好，我才和你在一起。直到有一天，陈姐出现了，我才懂得什么是真爱。陈姐，真爱。陆芬芬，其实你也明白的，我们之间没有感情。我和你啊，不过是失败者的互相取暖。3年，我跟你在一起3年，你跟我说没有感情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我不能再耽误你了。我也很痛苦，辗转反侧，想了好几个晚上。我不能再骗我自己了，我没有那个命考上公务员的。你跟着我，只能过苦日子。你没有问过我呀，我不介意吃苦的。但是我不想吃苦啊，你别那么死心眼了，这个世界很现实的。杨建南，我一直觉得你很努力，很刻苦，
所以我一直都很支持你的梦想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卑鄙，这么不要脸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和陈姐是真爱，不要用你那肮脏的心思来想我们。我肮脏，是肮脏。我跟你在一起的这3年的每一天都特别的脏。我没有想到我身边一直住了一个垃圾。说谁是垃圾啊？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他就是个垃圾，而且是垃圾中的战斗机。你再说一遍。大妈，动手打人不太好吧？哎，你是谁啊？啊，还动我的女人？我你想怎样啊？哎呦！小南，你没事吧？这就是你的眼光。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不重要，打击渣男最重要。我们刚才都听清了，你不就是觉得自己累了，想走个捷径，顺便找个妈，是吧？我们是真爱。哟，真爱呢？你们真爱真是够无敌的，跨越了30年的差距，跨越了贫和富。其实呢，我们对真爱是非常尊重的，只是你这个顺序错了。正常来说，一个人找到了真爱，会和自己的现女友分手，再去和真爱在一起。可你这带着自己的真爱和现女友分手，哼，还真是头一次见啊！你们这里没有人管事啊！我要报警。报警？你报啊！我刚刚已经把你们动手的视频拍下来了。如果你要报警，也应该是这位女士先。我给你5秒钟时间，立刻向她道歉。对不起，大点声！对不起，陆芬芬，我错了。滚！谢谢啊，谢谢。我这一天怎么这么忙？天天有人打电话。喂，哎，丽丽，什么事儿啊，丽丽？丽丽，哎你给我发个定位啊。还怎么走啊？我喝啊。她肯定有事吧？你也少喝点，需不需要我叫车送你回去？我不想回去，我好想回到小时候啊，无忧无虑的。我开心了呢，我就喝酒；我不开心了，我就睡觉。我本来以为我跟学长会长长久久的走下去，然后我还可以把爷爷一起接过来。和家人在一起是很美好。弟弟，你个未成年，你别学着姐姐在这怀旧好吗？什么毛病？喜欢当大姐。有时候啊，眼泪和汗是要自己擦的。这就是你们00后安慰人的方式啊？什么00后？我可比你成熟，也不会沦落到你这种地步。我告诉你个秘密，
绝对味觉。但凡是我喝过的酒呢，我就绝对忘不了那个味道。我盲品超级厉害的。你盲品厉不厉害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你已经醉了。先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。我舌头捋得可直了，才不要你说呢。我怎么感觉我不开心啊？我跟你说，我陆芬芬那是最讲义气的了。今天呢，你帮了我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弟弟。你遇到什么事儿，你就跟姐说，姐帮你解决。哎，这个不行啊。这个得是谈恋爱才可以的。虽然刚失恋，但是我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谈恋爱，特别是你这种小弟弟。其实我也不想和你谈恋爱。你可以回家了吧？知道家在哪儿吗？看不起谁？我酒量很好的。我当然记得我家住在哪儿了。我家在那个，家就在。你钥匙呢？指纹就是钥匙。开啊！家到了。我走不动了，就背我吧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是那个强吻男，你竟敢没经过我同意，你就强吻我。我想去厕所，我想哕。书记怎么突然间变好了呀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送给你。为什么送给我呀？我想请你吃饭。谢谢你的红酒香草茶。啊？我发现2个点啊。
一个呢，我比你年纪大，还有一个呢，你比我有钱。所以呢？所以啊，你这个年纪不能乱花钱，你要养成对金钱的正确观念，一分一毫来之不易。就算你家里再有钱，那也不是你自己挣的，你这乱花是不对的。我哪里乱花钱了？你看你买的这花就很浪费。你怎么知道钱不是我自己挣的？是人都能看出来好吗？你肯定没有工作过，现在应该大3。我10年前就毕业了。10年前，小学毕业吧？小姐姐，你的眼睛真好看，可是眼光不怎么好。现在00后的弟弟也太会撩了，敢摸我的脸。这也太好吃了。芬芬。你最近是不是胖了？啊？没有啊，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好笑吗？一点点好笑吧。你能不能少看点电视剧啊？我不看电视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是看社区告示，担心你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错怪你了啊，我给你买药去，你等会儿。这么晚，上哪买药去？去那个24小时药店。哦，你要干嘛？不是，这个呢
是一会儿如果有坏人来追你的话，你就用这个磁塔保护自己。那你怎么办？我还有个大的，嘿嘿，等我啊，给你买药去。您好，请问一下，这边有没有那种消炎的滴眼液呀？不好意思，已经卖完了。好吧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喝这个，稍微等一下啊。夜晚出行请注意安全。这么远？你，哎呀，我的小乖乖，来，我看看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菲菲给我打电话，我们俩就来了。芬芬人呢？刚遇到了，说给我买药去了。我给他打电话。乔伊，没电了。怎么样？关机。你谁啊？哎，天然，我先送他回家吧。啊，我先送你回去。往分头找。明晨，708岁的东西我可以自己搬。你是给我搬家的那个人？啊！大哥，你跑不动了吧？我还能再跑。我告诉你啊，再这么追下去，天都要亮了。你别再追了，行不行？咱们商量个事儿，你别追我了，我不报警，行不行？敢报警，老子弄死你！我不报警，我不报警。就是你现在除了放我走，你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是不是？你也跑不过我呀，你！我中学我是那个女子田径队的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几个男的能跑过我。田径队的怎么了？掉下算你倒霉。等等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生？没有。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救命！救命！有没有人？
太傻了，早知道会有今天，我还在乎什么年龄啊？我陆芬芬发誓，只要能活着出去，我一定主动向他表白。许天然，我喜欢你。芬芬，陆芬芬，是你吗？许天然，许天然，我在下面，你赶紧来救！手给我。哦，好。抓着我手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没想到我这么重，我出去我就减肥。快，吻我。啊，这都是。我问你，那个姑娘去哪了？我不知道。你还不知道？芬芬，走，芬芬，过来，你没事吧？过来，你有没有被坏人过来占便宜？没事，放心吧。他怎么在这里啊？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我们是在一起了吗？是不是醒了？我刚醒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没事，医生只是说我背后肌肉拉伤了一点而已，没关系的。
是吗？我看看，严重吗？干嘛呀？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哎，巧了，我也有话跟你说，你先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太冲动，别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。这次你差点没命了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如果你出事的话，我也活不了了。真的啊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我说完了，轮到你说了。我想说的是，该怎么说呢？我是一见钟情，还是日久生情？你怎么了？我觉得你口渴了。医生说你的脚没有什么大碍，但是还是要注意休息。喝完这杯水，你再睡一会儿。好。你说许天然怎么能找到陆芬芬的呢？哎，地图上还差几公里呢，这就算猫啊、兔子什么的，也不可能听到这么远的声音吧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可能就是巧合吧。我觉得没那么巧合。也许天然跟芬芬在身体上就有一种割舍不掉的联系，正是因为这种联系呢，才能让他感知到他的危险，也能够找到他的位置。这个解释你满意吗，乐哥？你说的这是玛丽苏？扯淡，谁信啊？你信吗？走吧。你看。天然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不行不行，太直白了，太直白了。天然，我以前不是跟你说，对林佳姐姐呢，只要心怀尊重和感激，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，是吧？但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，因为我对你有了非分之想。这个好，就说这个。来了，怎么不进去啊？别害羞，没事的。哎呀，注意影响啊！他真这么说？你说什么？
啊，和陆芬芬表白不就是按本能做事吗？哎，晴然姐，晴然姐，哎，那你们先聊，我们先走吧。姐又年轻了啊！你没事吧？姐，你吓死我了！我也没有想到会搞那么大，我只是想接芬芬下班。哎，那个芬芬真的像一江说的那样能救你吗？你放心，虽然我没有想过你的女朋友是她这个样子，但是只要能救你，姐不介意的。姐，我不是为了救命才和芬芬在一起，我是真的爱她，她也是真的爱我。好，都行，只要你好好的。那芬芬知道她自己能救你吗？那你可一定要保密，女孩子对这种事情还是很介意的。既然我们相爱了，我就不想瞒着她。你准备把一切都告诉她吗？是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先不要说。你们两个才刚刚开始谈恋爱，感情还没有那么稳定，而且芬芬年纪又很小，你跟她说了，她未必理解得了那么多。不如等你们稳定一点，慢慢再告诉她。而且其实你现在的处境还是很微妙的，一个人一旦有了真爱，就算是穿上盔甲也有了软肋，万一有人对芬芬不利呢？集团的纷争是很复杂的。他这次是运气好，逃出升天，但他要是卷入了家庭的是非，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路上有点事情耽搁了，你是不是不开心啦？没有，就是不开心。真的没有。你最爱吃的烧烤。你猜我今天路上遇到谁了？是啊。一个天大的好事儿。天大的好事儿。嗯。要真是天大的好事儿，我就原谅你。飞利浦。我之前不是报名参加他那个大师班，然后被淘汰了嘛。为这个事儿我还难过了好久呢。但是我今天在烧烤店遇到他，他说我那个事情可能是被人动了手脚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邀请我做他的助教。虽然说大师班名额满了，但是做他助教这种事情，那也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呀。这算不算天大的好事儿？哦，对，他还让我转告你，他是特地选我的。是吗？恭喜你。哦，他还说他跟你特别熟。你怎么了呀？没事。陆文芬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会坚定的选择我，爱我吗？你突然这么严肃干什么？你先回答我。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你是个什么大老板，然后接近我其实是有什么特殊任务吧？我肯定会选择你的。送给你。你送我花干什么呀？陆芬芬，能做我女朋友吗？你这是表白？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要陪在你身边。我不想看到你伤心难过，不
不想看到你遇到危险，更不想看到你和别人约会。你知不知道，每当我想起你快要出事的时候，我心脏都要快停止跳动了。答应我，不要离开我，好吗？其实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很多人都觉得我很傻的。你不会也觉得我很傻吗？以后这种话不许再说。可是，明晨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？屋里太黑了。傻瓜，别自己吓自己了。这样吧，去我家吧。你等我一下。喂，怎么样？陆芬芬决定搬出去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家好大呀！还好吧，但是我更喜欢住在你隔壁，更有烟火气。你是我第一个带回家的女孩，以后也是最后一个。那你要记得你说的话哦。好，快去洗澡吧，我带你去。行，那你抱我去。怎么跟电影里演的不一样啊？我怎么感觉晕晕的？
没事吧？你进来干嘛呀？我看你喊那么大声，我就过来看看你有没有关系啊。我没事儿。真的没事啊？你赶紧出去吧。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好，丢死人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是情侣。不行，我有关系。行吧，那你注意安全。好。你已经住进去了？哎呀，恭喜你啊，人生走向的新正途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可丢人了，我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小情趣，插曲啊。哎，你赶紧起来收拾一下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你一定要美，必须得全妆。快点。好。全妆、素颜霜、心机粉饼、变色唇膏，他看不出来你擦了粉，还化了妆，还喷了香水。我是不是太隆重了？不会啊，特别漂亮。过来吧。这么多好吃的啊。对，我今天想录一首，也是欢迎你入住。坐吧。你快尝尝我做的怎么样？好。好吃哎！你喜欢就好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以后每天都给你做。好啊，那咱们俩就算是正式的开始同居啦。请多关照，陆芬芬。好说好说。没想到你还挺靠谱的，你们果然住一起了。那当然了。怎么没电了？啊？何乐，哎，你干什么了？我就做戏做全套啊，我就把电路给断了。什么？今晚电线能修好吗？今晚是不行了。那我住哪儿？我给你开酒店吧，5星级的。我去拿换洗的衣服。哎，这是谁家的小帅哥啊？怎么越看越好看呢？当然是你的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
睡醒了。一切正常。等一会儿化验报告出来，应该也没太大的问题。有芬芬在呢，也差不多跟正常人就一样，1年体检1次就可以了。你这个笑话还可以。凌晨，你有没有什么长远之计？长远之计啊，我期盼简一江医生可以给我搞出一个特效药来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摆脱每天1个吻的魔咒了。你的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。我不是华佗，这现代医学呢，它也不是上帝。我看呢，你还是应该把长远的计划放在陆芬芬身上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和他结婚。或许。要给你。领导，你们今天这个轰趴局
不简单嘛。你看出来了，许明真真够磨叽的，还好芬芬主动出去。你们真的要求婚呢？你那么紧张干嘛？难道许明生不答应啊？非要娶了丁娜娜？这不可能，没那个事儿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那不就行？行。有些话呢，我藏在心里很久了。你看着我，许明晨，有刺客。接下来的每一天，我都想跟你一起度过。哎，老板，您这活，您这活可真是不好干呐！这天顿时，俺俩穿顿后，俺这衣裳跟船都是租的，你得给俺俩加钱，一个人250块。你是现金还是扫码？我来，都，扫码。二弟，上码。何来？哎，领导，来。来，走。一枪。打开它。
小徐啊，我早就希望你和芬芬一块过来玩了。爷爷，其实我早就想过来了。哦。但是这次，我是要带芬芬回去。当然，这不是正事。娜娜，今天，我要向陆芬芬女士求婚。
陆芬芬有什么好呀？你非她不可。走，哎呦，让我扶你一下。这是挺适合拍照的哈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以我拍婚纱照的经验，你知道吗 ？S 型一点，那前凸后翘。哪来的 S 型啊？这白的。坐，你热坏了吧？你赶紧坐。哎，喝点水。开。好像你不该来这儿吧？我是真心来祝福你的。哦，芬芬很开心啊，祝福我们也收到了，请回吧。芬芬，我想和你聊一聊，我说的事情你一定会感兴趣的。乔伊，我这双鞋太高了，你再去给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芬芬，哎呀，没事儿，这点小问题我还是能解决的啊，放心吧。我告诉你啊，别乱来。坐吧。你手怎么了？小伤口。所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芬芬，我是真的很羡慕你，你也真的很幸福。谢谢啊。你也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幸福的。可你以为这一切都是偶然吗？明成哥的身体离不开你，他需要你的吻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果然啊，无知的人是最幸福的。你还放不下是吗？我不希望咱们之间关系变成这样。就算不是朋友，最起码也不要是敌人。你可真大度呀！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说完了吧？芬芬，先试鞋。好了，我的祝福送到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我想芬芬现在应该也明白了，起码现在来的人里，我是最真心的。芬芬，他说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听得我云里雾里的。好啦，先别想那么多了，先把婚纱照拍好。许明生可是换好衣服等你喽。好。两位新娘。芬芬，你今天好美啊！我可是把我人生最重要的人交给你了，许明晨，你要是敢对我们芬芬不好，我可是会跟你拼命的哟。放心吧，我会检查的。好，那这样我们拍照吧，先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好了。好。哎，有怎么了受伤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脚。我先抱你回去。怎么了？
崴脚了。哎呦我天哪！快，坐着。来，不是，怎么崴脚了？是鞋不合适吗？不是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要是不合适的话，我再送你一双。好。果然啊，无知的人是最幸福的。乔伊，我饿了，我想吃你包的饺子。现在？行，我们先回家吃个饺子，啊，来，先问新娘。走了。哎，小心，慢一点。乔伊。第一次是我给他人工呼吸，医院里他强吻我，还要和我签契约接吻。后来他就突然搬了过来，成了邻居。我掉进电梯的那晚，他亲了我之后就活蹦乱跳了。还有陆芬芬，不要多想，肯定是误会，一定不是这样的。哥，看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今天不买你就亏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咱家这个好户型的，在这个小区里面有好几套，这有钱人都会买。最近啊又涨了一波。对，哥，这绝对是我手上能拿得出最低价的房子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瞧瞧这家，110户，你猜怎么着？卖了高出市场价的3倍。怎么可能啊？我没跟你开玩笑呀，真的。你好，您是说，您这套房子卖出了比市场价高3倍？对呀，小姑娘，你也是来看房子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套房子当时是一波三折，跌宕起伏。当时啊，我接到一个人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他要买这套房子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我的手机的。结果我跟他说，房子租出去了。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今天晚上就得要入住，不管什么条件，钱都不是问题，只要我开得出，他就买得起。这是什么？土豪呀，大财主呀！电话一挂，腾的一声，定金就打过来了。小姑娘，你是托儿吧？你这也太假了吧！哎，哥，我们这都是实话实说的。你们啊，不是做托，我没开玩笑，我别想骗我。你不听，我们可以问那个人呀，真的。原来这都是明晨安排好的。我真是想不明白了，不就是一双鞋吗？你说至于那么难过吗？我也纳了闷儿，你俩看看婚纱照，这乔伊跟我说话一样怪气儿，好像吃了什么炸药似的。女人啊，永远是一道无解的命题，也不知道她下一秒干些什么。你们单身狗能有什么发言权？我原本以为芬芬只是没有准备好，但看她现在这个状态，哎。
你说，我要是真把真相告诉他，他还会理我吗？我觉得你想多了。你呀，这就是婚前恐惧症，他可能就是没准备好而已。就那么简单？就那么简单，别多想了啊，好好筹备你的订婚典礼吧。真的吗？听了爷的准没错。我得走了，乔伊让我回家跪搓衣板给他看。啊，走了。明晨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告诉芬芬的话，就把事情告诉她吧。你不是和何乐一样，同意撒一辈子谎吗？你今天这怎么了？我已经知道许明晨的病情了，我只想要一笔钱。你要是不想让这个新闻上头条，立刻来望江咖啡馆。花盯一下，看看怎么穿插弄的。喂喂，那些凳子看前后错一错，怎么好看都冲着那边啊。把这些盯一下，看看怎么弄。哎，那个凳子往这边放啊。芬芬，
姐，祝福你们啊！不过做明晨的未婚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的。毕竟我可以说，明晨是你能遇到最好的男人了。正好趁大家没来，我们先拍张照片吧。好。秘书，帮我们照个相吧。好的。来。来，我看看。行。哎，他们来了。陈宝宝，新婚快乐！哎呀，恭喜你！芬芬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得正式的向你叫一声嫂子了。啊，明晨以后要是对你不好，你跟我说，我不会轻饶他的。你等会儿多喝几杯。多喝，必须多喝。明晨，芬芬，我真心的祝福你跟明晨能够一直幸福下去。明晨，我有话对你讲。明晨哥，娜娜，来把这个线捋。看看这个凳子什么的，需不需要调配？明晨哥，这边有点少那个。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幸福。哎，咱人也到齐了，要不，强儿姐，咱们人都到齐了，咱一起合个照吧。好啊，你们坐在中间来。好嘞，来来看镜头，比心还是比耶？我们比心吧。比心，来比来个心，1、2、3，新婚快乐！3、2、1。哎，你拍的怎么样？我看看来。看你拍的。等，我跟芬芬再来一张去，单独。好的。我跟芬芬没有照过相呢。再来一张哈。王总，你先单独再来。哎，那个我也来拍一个。我跟芬芬单独。哦，你给他拍。我们俩，来，芬芬看镜头。明晨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芬芬有可能都知道了。那芬芬，我们先去忙了。祝福你啊，芬芬。是，你们确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。芬芬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。你说。
芬芬，我知道。这是合同，你看看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你就签了吧。什么合同？每天一个吻的合同。陆芬芬，就像我们最开始那样，我说的话仍然有效。你不是无偿接吻，你签合同，你可以提出任何条件。这什么狗屁契约啊！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凭什么让我永远跟着你的节奏走？好，既然你要两清，我们就干脆点。股权让渡书我已经签好了，我会如你所愿，撤出所有投资。没有问题。反正我也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牵扯。到下个路口还会再见吗？想你无法选择雨口的回答，怪你向来轻声，怪我分不清真假。让风代替你的话，明明走了一半，泪怎么先比雨落下？梦一层一层崩塌，怎么说你爱我呀？
对不起啊，陆小姐，我觉得还是不行。李总，其实卖点也不一定非是什么动人的爱情故事。它既然叫 kiss 的话，那重点应该是这个吻。那是怎样的呢？这是一个能让消费者感到甜蜜的吻。吻呢，连接了两个人的爱情，喝了就能谈恋爱。您看这个逻辑是不是很顺畅？我并不这么认为。只要您相信我，我保证年轻女孩人手一瓶 kiss， 大街小巷风靡全城。哎呀，你这是卖矿泉水了，还人手一瓶？李总，其实不瞒您说呀，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给 kiss 注资的。哎呀，陆小姐，还是很遗憾呐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好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总，耽误您的时间了。陆小姐，等等。哎呀，我这突然想到啊，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现成的故事呢？也可以重新开始一个故事啊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 case， 我相信它一定是最有市场效应的。你认为呢，陆小姐？重新开始？比如说，你找个人谈场恋爱，自己去亲身体会一下爱情，然后你再给我一瓶酒，那我相信，这瓶新的酒，才能让人感受到陆小姐你要体现的 case 的真谛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总，我现在不想谈恋爱。那要看跟谁谈喽。陆纷纷，陆小姐，你和许明晨、许总的故事，我听别人说了，我很喜欢这个故事。总之 ，Kiss 是一款有温度的酒，而只有真实的，才是最有温度的。这款升级版的 Kiss 就拜托二位了。我们找地方聊聊吧。聊就聊。他怎么不说话呀？一直看着我。我已经和李总沟通过了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合同已经发你邮箱了，你自己去看看。就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长话短说，我会以顾问的身份促成这次投资。什么条件？我的条件只有一个，你懂的。好好想想吧，以后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。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的梦想就那么不值钱吗？要不我还是答应吧，毕竟这关系到他的身体。可是，就这么轻易答应了？不行，也太便宜他了。许明晨，你还真搞了个卖身契啊！
人家夫妻俩的事儿，你这么八卦干嘛？我关心我闺蜜的事儿，你那么八卦干嘛？你放心啊，明晨和女人道歉这种事儿呢，他是非常有经验的。什么经验啊？就是不管对方说什么，他一定是对的。你不仅要认同他是对的，你还要发自内心的觉得他确实是对的。都是你教他的吧？第29条，每天接吻的时间为早晨乙方上班前5分钟。如果甲方因意外无法完成接吻，乙方过失不候。第34条，每次接吻的时间不超过5秒钟，避免甲方对乙方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第93条，甲方不得干涉乙方的个人生活。总之，甲方务必严格遵守以上约定，违约金500万。就这么办，我也能继续下去，面子也保住了。陆芬芬，你真棒！我可不是以前的傻子了。既然签了合同，那就必须严谨。我加了一些条款，你看看。要是没意见的话，就拿去打印签字吧。你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的香水挺好闻的。既然你合同已经签了，那你尽快搬过来吧。我等你。啥情况啊？高啊，这小子实在是高。其实芬芬的吻没有效果，这件事还是要让晴然姐知道。起那么早？我还要上班呢。你不是要亲吗？赶紧的。
一江，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最清楚。以后这种检查不用经常做了。反正钱然姐都已经知道了，我跟姐都没有放弃，我希望你也不要放弃。你比我太大。吃个早餐吧。不是他说要接吻契约吗？怎么现在都是我在担心啊？不行，陆芬芬要有骨气。陆芬芬，你真的问心无愧吗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如果你来这儿是想帮许明晨做一些无谓的指责的话，那这里不欢迎你。你知不知道明晨他快要死了。芬芬，我简一江这辈子从来不轻易求人，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兄弟躺在病床上，他全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去等死，你知道吗？我作为一个医生，我却无能为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特别希望躺在那儿的人是我，而不是他。芬芬，我求你了，求你帮帮他，救救他好吗？他要死了是什么意思？是啊，我对你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明晨只不过是你为了实现伟大理想的垫脚石。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他的死活？关心过他过得好不好？爱不是单一的付出，陆芬芬，你太自私，太自以为是了。你根本不配获得明晨的爱。你说清楚，他要死了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他快要死了？你去看他最后一眼吧，也许还能见他最后一面。明晨还能醒过来吗？这次还能。你告诉我，之后会怎么样？告诉我。之后，他会再度昏迷，然后陷入长时间的连续性的休克。这个时间会很长，也许是几个星期，或者更久。然后就是……我能陪着他吗？明晨嘱咐过我，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他想安静的离开，他不想大家哭哭啼啼的。我相信明晨一定想笑着和你道别。我明白了。一江，怎么样？
明晨，明晨，许明晨，许明晨！哎，芬芬，别太激动啊。姐姐，是因为我吗？现在时候不要这么自责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救他的。对不起，芬芬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吻会失效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你知道明晨是为了接近你跟你接吻开始，吻就……因为我不爱他了吗？不知道。就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第一次跟明晨接吻的时候，你的吻可以救他的命。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就……我爱他，我是说过我不爱他。芬芬，这件事情不怪你。怎么会没有效果呢？不，陆小姐啊，你的吻是有效的。您一会儿说有效果，一会儿说没有效果，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陆小姐啊，我们通过对分子生物学、免疫学、蛋白质分子等几个方面啊，进行了反复的检测。我们监测了你的唾液进入许先生体内的运动过程，以及蛋白质表达谱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，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：你的唾液中所含的生物酶和正常人的一样。芬芬，我也要谢谢你，不是谢谢你救了明晨，我是要谢谢你给了他一段美好的回忆。毕竟你们爱过，幸福过，这就够了。明晨，你醒了，
你等一下。你愿意原谅我吗？你先别说话，好好休息。大概1个星期吧。那我去请1个星期的假。你不愿意我离开是吗？肯定不愿意啊。可是1个星期这么短，我想每天都陪在你身边。你突然这样。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
滴，就像幻灯片一样出现在我眼前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吗？说起来好笑，在男厕所邂逅的情侣。
起来！芬芬，赶紧叫救护车！哎，易经，芬芬这段时间频繁的晕倒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反复查看了她的检测报告，一切还是正常。那估计最近就是太忙了，累的吧？我们还是让芬芬多休息会儿。我们先走吧。我们先回去了。